我们依赖期望而生活，但所有的期望都是限制性的观念，都是在限制我们无限的本质。想要体验无限的幸福，首先要释放所有负面的想法，然后连正面的想法也都要释放掉。对应佛经里的内容，就类似于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帮助我们的出离轮回的佛法那么好，最终我们走向真实世界后也要扔掉，何况关于这个世界的种种想法和妄念。莱斯特强调，任何知识最后都要自己去证实，去体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的理论，直到你亲身体验到它。这一点和奇迹课程的上师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没有普世性的神学，只有普世性的体验。每一个人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法门，无需去争论哪种方法比哪一种更好更正确，只需要自己去体验就可以了。理论只是为了最终的体验而存在的，理论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体验才有意义。我们学习灵性，不是去为了学习理论知识，去跟他人辩论高低，而是为了把这些知识应用在生活中，从而去获得更轻松更幸福的体验。所以这一期我们继续邀请凯文来分享莱斯特的终极自由之路的有声书，有请凯文。第4章，幸福在哪里？我将从我们都感兴趣的开始，好吗？对于我们的主题，我最喜欢的词是幸福。当我们分析每一个人都在寻求什么，它是幸福，对吗？当你找到上帝，你的真我，原来是无限的幸福。当我们寻找并找到完整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再一次，原来是无限的幸福。我们都在寻找至善，最高的善原来是无限的幸福。每一个生命都在寻找幸福，完全的自由或解放原来也是无限的幸福。因此，最终这些词，上帝、善、真理、解放、自由、真我，原来都是无限的幸福。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善、幸福、解放、真理、上帝、真我，没有一个人不是寻找它。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唯一的不同是，我们有意识地寻找它的方向。其他人正在盲目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幸福，并且永远没有真正得到他们努力争取的完全的幸福。我们直接地向幸福而去，我们在幸福所在的地方寻找幸福，我们向内寻找。每个人都想要持续、始终如一的、永恒的、没有任何悲伤的幸福。然而，没有一个人是满足的，除非他发现它。每个人都在寻找，我们都在寻找的。主要的不同是，他们正在这个世界寻找它，并且受挫。但是我们在内在寻找它，并且成功地变得更幸福。当我们走向内在，我们发现所有的幸福都在那儿。我们唯一能感觉到幸福的地方是我们之内，那就是它真正所在的地方。每一次我们把幸福归因于外在的某人或者外在的某事物，我们由此得到的痛苦比快乐更多。
有任何人不同意吗？如果你有足够的经验，如果你生活的足够长，并且如果你检验过，你会发现这一点的。我们正在寻找和认为在我们之外的幸福不在那里。没有悲伤的幸福仅仅能在我们之内找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巨大的幸福，除了是我们自己的真我之外，什么都不是。我们最根本的本性是那我们正在寻找的，并且不管何时何地都是我们的。我们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渴望在外面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幸福。向内看，我们发现它正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真我。这真我不受自我的限制所妨碍。无限的真我是我所有的完美，所有的临在，所有的喜悦和永恒。没有一个人不能直接触摸和拥有。任何人都能在当下立刻与无限真我直接相接触，但由于错误的学习、假设、过多的限制性的观念，向外看，我们被蒙蔽了视野。我们所持的观念，我是物质的身体，我是心智。拥有这些物质的身体和心智，我有非常多的问题和麻烦。这些观念使我们遮盖了无限真我，因此为了发现这真理，这无限的真我，我们必须让心安静下来，最终释放我们的心。仅仅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实现。心是所有想法的总和，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所有的想法都是限制性的观念。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能马上停止思考，并且保持着，它将从此刻开始是无限存在。真的就这么简单，尽管不是很容易达成。为了达到足够积极的进到正确的方向，首先要化解消极的想法，然后丢掉所有想法，丢掉所有消极和积极的想法。那这发生，我发现我们是在知道的领域了。无所不知，我们没有任何需要想的，因为一切都知道了，并且拥有所有的喜悦和完全的自由。知道一切，不再需要思考。思考只是把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关联在一起。知道一切，我们知道统一体合一，那么没有需要为相关的事物思考。由此，我们成为自由的，从所有分离和限制性的观念中自由了。当我们想要与这个表象世界联系时，这让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心智。走向内在的进程是向内看，并且发现心是什么。发现心除了想法之外什么都不是。想法除了是许多的限制之外什么也不是。我们需要释放这些想法，让心安静下来。直到心足够安静，我们能看到自己无限存在的真我，清除覆盖在无限真我上的薄雾和云，清除覆盖在无限真我上的薄雾和云，让我们完全的自由。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无限真我，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仍然要消除杂念，我们仍然要消除残留的思考行为，我们仍然要消除残留的思考习惯。当没有任何残留的想法，包括有意识的和潜意识的，潜意识的想法是比较难释放的。当不再有想法，这就是限制之路的终结。最后，我们完全的自由，直到永远。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选择，我们是无限的存在。如果有一个选择，它就是能够选择被限制。我们选择了被限制到如此这样的一种水平，我们盲目的行动，好像我们是极端受限的存在，有所有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的麻烦。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我再读一遍。好像我们是极端受限的存在，有所有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的麻烦。麻烦仅仅是表面上的，因为它们是通过我们的心假设成像真的一样。每一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事情，我们仅仅只是在心里看到而已。除了我们的意识，没有任何东西。除了通过我们的意识，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被看见。无论如何，我们看见是在我们的意识里，在我们的心里。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改变他的意识，通过这么做，他将改变他的环境。改变一个人的环境，是在这条路上的一步去做，因此你获得证实，你就理解了我所说的。没有什么应该从听说中接受，永远不要相信你听到的任何东西。你接受我所对你说的，仅仅听它，它仅仅是听说。你必须为你自己证明每一件事。那么，当你这样做，它是你的知识，并且是有用的。在智慧和幸福的路上，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亲身证，自己去亲身验。每个人都要自己去亲身验证，这绝对是必须的。如上所述，真理永远不可能在这个世界被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二分性的。当我们进入超越这个世界的领域，我们发现绝对真理，有一个单一的统一体遍及这个世界和宇宙，它就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真我，我们的自己所拥有的存在。有些人叫做上帝。这个世界的存在不是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世界真的仅仅是我们自己。平常当我们说我是所用的我与真我的我是不一致的。当我们明白真理，我们明白你是我，仅仅有一个存在，仅仅有一个意识。我们是所有存在或从前表现为分离的意识的总和。因此，再一次的找到真理和幸福，你不得不向内走，你不得不看到一体，你不得不看到宇宙真正所是。除了你的意识，什么也不是；除了你自己，
什么也没有。现在这是很难描述的，它是某种必须体验的东西。仅仅当你体验它，你就知道了。它不能通过听任何人说而获得。书籍和教师只能指出那个方向，我们必须亲自经验到它。那是这条路上非常好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应该被相信，在被接受前，一切都必须通过每个人自己的实现来体验和证明。总而言之，我可以从圣经中引用2处：我是我所是，和静下来就会知道我是上帝。或者用另外的话来说，你就是你正在寻找的，静下心来，直到你明白它。这一章的话读起来也是感觉非常的有共鸣。好多地方我其实是想划线的，但是一边读的话一边没有这个手拿着笔去给它划线，因为我一只手要拿着麦克风。然后我就从头看一下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就是首先莱斯特他讲，其实无限的幸福指的就是上帝啊、真理啊、终极的自由啊、善啊，这些我们在生活当中用的这些非常大的一些词汇它其实这些词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本质的一个代名词。所以说我们的本质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词去形容它这个不会影响到它的这种本质性的真理性的特质，只是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种词汇去描述它。所以说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它是你可以用很多词去形容，不局限于说某一个词到底是上帝啊，是临在呀，是意识啊，还是说是终极的幸福啊。大家如果说有自己的喜好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喜欢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都是合理的，都是正常的。莱斯特对于这种终极实相的形容的话，就是没有任何悲伤的永恒的幸福，这个就是他体验到的实证到的一种境界，就是可以说是一种完美性的感受。这个也和奇迹课程上师提到的这个上主是完美的爱这个特点吧，其实是相通的他上主的特质一定是完美的，完美无缺的，没有任何瑕疵的，没有任何悲伤的，或者说是负面的这种特性。所以它是永恒的。往下看第2点的话，就是他提到了心是所有想法的总和，就是其实我们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思维是一个东西，一个整体，就是所有的想法都是一种限制性的东西在这种真理实相当中是没有思维的，没有想法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思维的话，那可能也是一种没有逻辑的一种状态
因为思维嘛，它有很强的辩证性逻辑的这种推理的一步一步的这样导向。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思维本身就是一种限制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在真理实相当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会是一个有因有果的这样能推导出来的一种感受，它是一种很直接的很没有道理的一种直观的这种很完美性的体验。所以说它和我们平时通过想法推理逻辑的这种方式得到的一些感受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往往是在这种因果世界当中经过推理，然后得到了一些短暂的满足或者说幸福。这个它是和我们平时的生活状态可能说是截然不同的吧。所以说我们的心智就是在限制我们体验到真相通过心智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到真相，甚至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种真实的本质。所以说要通过释放我们所有的限制性的想法莱斯特也提到了说，我们首先要先去释放那些负面的想法，因为这些负面的想法的话，就算我们不去修任何的灵性任何的法门，我们也知道负面想法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和破坏性太多的负面想法会让我们的身体甚至躯体化，出现很多的病症抑郁这些失眠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说首先我们要释放的就是所有的负面的想法非常让人痛苦的让人不安的恐惧的这些想法，我们要去释放它。在这个就是告别娑婆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也是上师们反复去提到，那耶稣其实他作为一个我们的大导师，他只是说让我们去先宽恕那些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的感受就可以他让我们可以保留一部分美好的东西，记忆想法概念回到天堂那我其实我也能明白，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法门嘛。那其实真正的本质肯定是正面的思考和负面的思考它都同时都是消失的。所以我们先释放负面的东西，然后正面的东西其实一个是说不一定说完全的要去释放，因为耶稣有这样的一些教导先让我们释放负面的，我们就可以回到这种天堂的境界。那么莱斯特这里提到了就是负面和正面的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不矛盾的。我们就看自己的能做到哪种程度吧。但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正面的这些思维和感受其实是很好释放的是非常容易的，反而是负面的思维和想法像是牢牢地抓住我们紧抓着我们的内心，是不肯离去的。其实我们想摆脱它也是比较困难的，它是有很强的一个抓力的。所以说我们要慢慢的去深入这个释放法或者说去实践这个释放法，一点一点的去把负面的东西从我们的内心当中逐渐的去让它给它放下。然后我还有一句话就是因为我读了2遍嘛，我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受限的这种感受和认知，使得生活中所有的这些事物这些麻烦这些问题困扰看起来就像是真的一样麻烦这句话我觉得和就是整个奇迹课程的教诲是非常相通的。它就是讲不要让我们的世界那么真实，因为
世界虽然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撼动它的，像一个石头一样坚硬，但是我们的内心对它的认知，对它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如果把世界牢牢地抓住，就认为它是完全的真实，完全的实相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存在，没有任何的维度存在方式它就是唯一的一切的真相的话，那我们会让自己活得非常的沉重，因为我们认为这就是唯一的真实这是唯一的我们的快乐和痛苦的，对吧？来源。那这样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限制，因为对于上师来说，他们已经走入了另一个存在的境界，所以物质的身体的这种存在方式，这种经历对他们来说就非常的虚幻虚假，就如同梦境是一样的。虽然他们也经历过像我们一样的这种有肉身的这种存在状态，但是他们证实到那个境界真实的境界之后呢，就会回过头来告诉我们，其实这物质的一切都是像一场梦一样不真实它都是不是永恒的存在稍纵即逝这样的一种感觉，跟佛经上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梦观，这一切都是一个梦境，我们不要去把它当的真的是像真的一样虽然它看起来像是真的，但是它本质上并不是真的。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如果说要去建立这种信念的话，一个是要论述很长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是真的，再就是这个信念它对小我的冲击，对我们的思维习惯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今天你学会了佛学上的一个如梦观，那你明天你就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个是需要一个长年累月的一个熏习和一个信念的一个积累，它才能对抗我们这些内心的一些执着。但是几乎所有的灵性的资料上都会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个世界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真实的。至于他提到的就是当我们找到真理之后，就会看到一体性的一些东西这比如说他提到了也是，其实这个世界真的仅仅只有我们自己每个人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我。那这个其实在奇迹课程当中也是反复去提及的，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大家在去消化和吸收这句话的时候会是非常困难的非常难以接受的逐渐我们要去因为上师他们看到的境界比我们要更高更广，所以说他们也没有必要去骗我们，甚至说大家都对吧联合起来去骗我们说其实世界上只有一个我这个是一个真理真相，但是我们现在作为这种分裂的个体，我们其实接受不了是正常的但是不耽误这个真理的传播这个真相的传播，所以说我们接受不了也不要紧不耽误我们去学习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去慢慢去理解它和消化它反正上师们确实反复去提到这个东西，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其他人，或者说没有其他的事物，只是我们在天堂当中做的一个梦而已。那我们什么时候从这个梦中醒来的话，取决于我们自己清醒的程度。关于这一章的话，我就说这么多吧。好，非常感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订阅支持一下吧。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